钟主任。哎，你也在那？啊，续一根。不续了，我就一根的量。我走了，钟主任。老杨，你们兄外这几天挺热闹啊。啊，是啊，年轻人嘛，干劲儿足，好事儿。杨主任可是得了一员干将啊，加大医疗中心的专家，胸外科界的翘楚，有了这样一个帮手，难怪陆晨曦都拱手让给我们急诊了。啊，我听说这丫头最近情绪不大好，钟主任，你多劝劝她，在哪儿不是干工作吗？再说了，如果表现得好，以后还是有机会再回到胸外的。你这么说，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。老杨啊，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？老钟啊，这么快就来给陆晨曦做说客了？这不是你的风格啊！陆晨曦回不回胸外不重要，他在哪儿都是个好大夫。我只是不想看到他成为你们斗争中的一个牺牲品。你说的是又一个吧？老钟啊，你放心，我是绝不会让几十年前的结果再重演的。我要的结果，也是你想要的。哼哼哼，你怎么还没下班啊？啊，我等陆晨曦呢。陆晨曦在等肺移植手术结束。他说晚上有大事要和我说。你怎么还找他呀？你可别让他待会儿走路看手机又摔了。有道理。回了啦，哥哥要工作了哦。哼哼。没想到啊，你缝合的还真不错啊，小看你了。我上回看过普外赵副主任缝合，没你缝的漂亮。服了吧？啊？那想当年我手术学分最高，基础课最牛的一门，那整形外科一直想挖我。你说我要不要考虑调过去？说你泡你也喘上了，人家赵老师可是专家墙上的，你比得了吗？评上副高就能上专家墙，咱院这专家都得论斤称，我才不稀罕。那你是干啥？姐妹们呐，每天早上我一来急诊，看到你们这帮又酷又能干的姐妹们，我立刻精神百倍，那饭都能多吃一碗。你怎么这个点吃饭呢？吃什么？我看看。陈小聪，你闭上嘴缝合的时候，可比你现在耍贫嘴帅多了。杨宇，你大爷的！止血钳，做指检。
上海。我现在要切开左心房壁，先以心脏，延长切口，最后在房间沟处切断左房壁。还有多长时间？13分钟。过了多久了？1小时17分钟。庄教授刚才说1个小时30分钟，我还有13分钟完成受体肺切除了。来吧，快，抓紧。张某汉，剪线。好。好了。1小时29分，庄教授，您估计的真准。你们继续吧，我去副院长那儿。好的。副院长，我完成了。再给我10分钟。好，一起吧。谢谢。美国回来那位庄大夫，你是怎么把他请回来的？有什么特殊原因吗？怎么，钟主任也关心这种八卦？他在仁和的收入比不上在美国的1/3，更别提研究环境了。那他回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利益不入眼，还能为了什么？他在胸外能听你的，绝不是你许给他什么利益能做到的。他有什么目的？哎呀，老钟啊，你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。怎么说，我们都是大夫，什么事情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，我们心里都是有把尺子的。庄大夫现在不就在手术台上，给副院长做助手了吗？他敢去替下陆晨曦，也不是主动为之吧？我可没做什么，顺势而为吧。傅博文业务上出类拔萃，做院长也中规中矩，你为什么盼着他下台呢？老钟啊，你这么说可就有点违心了。当年在胸外科，出类拔萃的也不止他傅博文一个人。你是怎么从胸外被赶到急诊的？你都忘了？可陆晨曦和我不一样，他现在是被当成了争权夺利的筹码。难道你不是吗？当年的事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后来被赶走我也认了，那都是陈年旧事，和现在没有关系。陈年旧事，若是陈渣泛起，也是可以淹死一批人的。少抽点烟，注意身体，到时候可别提前退休了。
这几块吻合完毕了。继续准备非动脉吻合。院长，要不要我来？不要。5宁抛离线。副院长，我说不用。动脉吻合完毕了。准备吻合心房线。4零抛离线。院长，40抛离线，叶子。
从 CT 上看，颅内没有出血，但是轻度颅脑损伤，得观察12个小时。待会儿护士会来给你打破伤风针，3天以后门诊换药，1周以后拆线。以后干活注意点啊。谢谢大夫。不客气。下一个。下一个呢？没了，休息。把嘴闭上，别问为什么。对葛林，我可以用最正面、最积极的方法去解释，但是我没办法用这个解释来说服我自己。这算什么？不服是吗？晚上吃什么？出去。张教授，有事儿吗，副院长？张教授，谢谢。今天多亏了你。杨帆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我之前真的从来没有影响过手术，今天是第一次。第一次？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真的就拼不下去，我高估了自己。但是我的判断、我的眼界都没有问题。如果陆晨曦做我的助手，他可以在操作上弥补，我还能撑下来。所以你就有足够的理由让他回到手术台，对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手术失败了，陆晨曦能不能回到手术台是小，病人怎么办？他们一家人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，你是要拿病人的生命去冒险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一个医生，为了自己的名声，居然拿病人的命去赌博，这听起来真的很恐怖。但我从业10几年，再算上从业之前吧，已经见过很多了。您放心，即使碰到这种事儿，我也不是陆晨曦，我不会像他一样充满正义感的拍案而起。但是你塑造了这么一个虚假的完美目标，让他去追求，这样真的好吗？陆晨曦所追求的，是一个真正医者应该做到的，我相信他做得到。那副院长，你是一个真正的医者吗？你做到了吗？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只是舍不得离开手术室。不是为了利，只是舍不得。为了这把手术刀，我付出太大的代价。没有它，我一无所有。我知道，我已经不能再自欺欺人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走进手术室了。等我把该做的事情做好，我就会离开仁和的。我想问副院长一个问题：在此之前，你从来没有过把病人治疗的成功或者死亡的不幸，作为自己前途利益的交换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有没有过愧疚？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有人可以伪装很久，但不可能伪装一辈子。
打错药吗？为什么这么笨？小斌，连你也不相信妈妈了是吗？傅博文医嘱上开的就是利多卡因，我从药房拿的也是利多卡因，我怎么可能打成青霉素呢？好，顺利就好。除了我上次跟你说要注意的那个心肺指标、肝肾指标，你也要注意一下，尤其是要避免上呼吸道感染。还有你们家人进出的时候也要注意消毒。不麻烦不麻烦，应该的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放心了吧，胸外没你陆晨曦照样转，手术也没出什么问题。别说胸外了，人和没了我都照样转，行了吧？你看你这人，较劲。哎，说吧，让我等你干什么？跟我回趟家，帮我长个眼。相亲啊？哎，相亲呐？谁呀？干什么的？多大岁数？相什么亲啊？小何终于帮我找到合适的租客了。不可能！你那么些变态要求呢？完全没问题，全都答应了。而且人家一次就要交1年的房租，土豪吧？就一个缺点。让你搬出去？滚！是一单身的男的，我爸我妈要是知道我跟一个单身的男的住在一起，还不举着刀上门逼着人家娶我啊？哎呀，那不正好吗？这叫求人得人呐！会好好说话吗？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哎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以前自己住250平，觉得挺爽的。哎呀，现在你们急诊这个工资实在是，我觉得我交完月供连方便面都吃不起了。哎，现在你终于知道在杨帆的领导下你们胸外的好处了吧？好，我也不在那儿待着。我工资高是因为我手术做得多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你这么看我干嘛？你憋什么坏呢？你不是要换房子吗？以前嫌我那儿太豪华了，租不起。现在有土豪出大头了，我租你间小的。行啊行啊，房租你随便给点。行，全家的清洁你负责。行。哎，你那间我可不管啊！哎，我不管你那屋啊！这房子可真大呀，买的可真早啊！你回来都要发一回感慨啊！今天要说什么？人家爹妈可真有远见，能在这医科大学的教工宿舍里把这2个平层买下来。这250平的大平层，翻了多少倍了？远什么见啊？还不是因为当年薛鸾要下海赚钱买婚房，陆晨曦天天跟他吵个没完，把他爸妈吓坏了，这才一咬牙交了个首付。本来想着打通能跟他们住一块儿的，谁想到啊，房子买了，人分手了。哎呦，你们俩别背后叨叨我的事儿了。我们家那2位对我从小就是宠上天，尤其是我爸，老觉得我没亲爹，生怕我受委屈。结果呢，浪费了我爹妈的一片苦心，没安了人家薛鸾的心，反而伤了人的自尊心。你对薛鸾啊，要是还有那么一丁丁点可能的话，我觉得对你还挺有意思的。上次他约我吃饭，不要，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。他辞职下海赚钱，这不是事儿，那怎么就一架吵完就不能回头来哄哄啊？他那人自尊心那么强，我分手都说了，他才不会哄我呢。都6年了，一个信儿都没有。那就甭提他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
自从接了你这单呀，我专门挑优质单身男房客给你，而且必然调查婚姻状况。就这个，我绝对是本着咱俩多年的友谊，还有我已婚妇女的道德责任感，才介绍给你的。你给我打住吧你！你是不是收我爸妈钱了？你赶紧趁人没来给我说说这人什么情况。单身男性，30多，不到40，又高又帅，刚从美国回来，就在咱这儿待2年，在咱们是一个大单位就职。他昨天一下飞机就去工作了，这刚忙完才有空来看房，也赶巧了。你这不也刚忙完吗？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单身男性，30多岁，又高又帅，美国海归，就在这儿待2年，本市大单位，也是刚忙完。都是同事，多好呀，互相都理解。这聊天儿，话题都多。张大夫，今天徐芳英的手术顺利吗？顺利。那手术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需要傅老师和您一起解决的问题？没有出现需要我和副院长一起解决的问题。那我再问一句，既然杨主任总是宣扬要优化分配资源，以后胸外所有的高难度手术，傅老师主刀，您都愿意当医助啊？你是房东吗？是啊。何小姐跟我签约的时候说，她可以全权代表房东。何小姐代表你，跟我签订了1年的租房合同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来看房付款，但是也许你并不满意。我对你的条件没有任何不满意。那你就是对我这个房客有什么不满？我才认识你2天，你抢了我2台手术了，你说我有什么不满？你这是要求我向你道歉吗？我要求你马上消失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其实何小姐不能代表你做决定。我渴了。这个合同你当然可以反悔，但至于这是何小姐的工作失误，还是我理解有误，我会去查阅当时的文件。你别说话。你站住！谁说我反悔了？你按规矩交房租当房客，我干嘛要反悔啊？那就好，我会严格遵照何小姐提出的各项要求，不使用厨房，不请人到家里来做客，不高声放音乐，自己房间的卫生自己负责。但是，也要请你做到一件事儿。你放心，
我从来没有不穿内衣在客厅晃悠过。晃悠，晃悠，我倒也不反对。我的意思是，请你不要利用我们住在一起的便利，跟我提一切和胸外科有关的问题，包括但不限于日常事务、患者救治、人事任免等等。你以为我？我从来没有以为你什么，是你一直在以为我。这是1年的房租和中介费，请点一下。你等等，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。傅博文院长是你的老师，你如果特别关心这台手术，可以去请教他。还有，即使是跟临床无关的问题，比如为什么我替你参与这台手术，这也是副院长做的决定，你不用问我。晚安。这么多年没人住，荒废成这样也不奇怪。只要我重新修缮一番，收拾出来还是很漂亮的。最主要是非流行的。我看你这儿不用修缮了，干脆重建。哎，你说他这要刷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怎么也不劝劝他？这才拿到哪儿啊？上次他跟薛兰分手，整1个月的时间，每天除了上手术，我就是刷厕所、擦窗户、拖地板、洗床单。那他可是失恋。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失恋能有失业严重啊？你别夸张好不好？有那么严重吗？没事吧？对于他这种手术痴，你不让他拿手术刀，那就是比失恋还严重，那就好像失去了生命。哎呀，你说这个装束，它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是啊，这以我这租屋10年、阅人无数的相面经验来看，这个庄大夫应该是一个雍容大度、宽厚善良的人呀。你那叫相面，你那叫看脸。我跟你说啊，这装束比杨帆还干脆。那副院长都安排好了让陆晨曦参加手术，哦，摆明了就是想找个机会把陆晨曦调回去。杨帆都不好驳面子，这装束能不能把陆晨曦从手术组给踢出来？那你就是怪我了。不怪你，怪我啊。好，怪我。哎，不是，陆晨曦，这房咱不租给他了，反悔，不就是沟通不善吗？我去跟店长说，咱赔他钱呗。哎，你业绩那么好，马上就要升职进管理层了，到时候工资高，时间灵活，你不就可以要孩子了吗？那我把升职建立在你的痛苦上面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我郁闷的不是因为他是我敌人，而是像他这样一个传奇人物，居然站在杨帆那边，对我的态度像秋风扫落叶，这不是我想象中的装束。进来。哎，来，刚泡的庐山云雾，现在喝正好。坐。这么晚了还喝茶，不睡了？值夜班。你呢？怎么跑来了？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
徐芳英的手术还顺利吗？副院长没出什么状况吧？同台的张大夫、刘大夫还有巡回护士，私底下应该都跟你通过气儿了，你又何必特意问我？还是你聪明。你是不是还在考察我？是站在你这边，还是站在傅博文那边？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。请你回来，是为了整个仁和医院。我只希望你踏踏实实的行医带教，并没有让你站队的意思。你就是有这个意思，我也不在乎。我早就知道，你请我回来的目的并不单纯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你会这么心急。我刚到仁和2天，陆晨曦被赶出胸外，再也拿不到手术刀。傅博文又深陷麻烦，职业生命随时可能结束。虽然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，算是咎由自取，但巧的是，这些事儿居然都跟我有关。我其实是做了你手里的枪，对吗？你居然敢用这种口气来跟我说话，你这是来汇报工作，还是兴师问罪来了？我请你回来的目的不单纯，你回来的目的就单纯吗？就是为了勤恳工作，为了仁和做贡献？这话就算我信，他傅博文会相信吗？你觉得我有问题？好啊，你现在去找他，你告诉他你是谁，你看看他会不会用比我狠10倍的手段来对付你。你大可不必这么激动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。你当时答应我，也帮我查清真相，但我不认同你的手段，这也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。你离开的太久了，在仁和医院有很多很复杂的情况，你不得不去面对，不得不去经营。我才做了这点事儿，你就觉得受不了了？他傅博文做过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，真的像他在人前表现的那么清白？啊，我忘了。其实，当年的事情，你也看到了一些。当年的事儿，你知道多少？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。我能做的，就是帮你撕开一条口子，剩下的，需要你自己去查。副院长，我妈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你妈没事儿，否则值班的护士会通知我的。我只是过来看看。这么晚了，你还没休息啊？我是你妈妈的主刀，主治大夫，应该的。无论怎么说，客观上我确实做了你的帮凶，跟你站在了同一个阵营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你的初衷。我的有些做法，或许也触碰了你的原则。你大可不必委屈自己，我也不缺你这一个盟友。我已经说过，我并不在乎，或者说，可以接受。只要这么做能达到我的目的，这点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那陆晨曦呢？看得出来，
你并不讨厌他。你错了。他身上那股自诩正义的劲儿，太幼稚。我的目标是针对傅博文以及他身后的人。至于陆晨曦，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如果他依然如此天真，被牺牲掉是自然的事儿，我不在乎。小斌。